上个周末呢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武装突然对以色列展开陆海空3个方位的袭击，发射了数千枚火箭弹，而且瞒过了以色列的情报机构，使得以色列完全没有准备，损失惨重。以色列总理呢称这次袭击就是战争。撒迦利亚书的第14章有这样的预言：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因为我必招聚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。虽然今年所发生的并没有预言的那样严重，但以色列周围的敌对势力却在一遍一遍地尝试着，就是预言所说的与耶路撒冷征战。今天仅仅是一个很不成气候的哈马斯武装，就已经导致以色列人的生命损失，同时他们将以色列人掳到他们所控制的加萨地区作为人质，好像就是在预言那个预言所讲的民的一半被掳去。所以今天就分享一点从圣经的角度对这件事的思考。这次袭击呢发生在犹太教的祝棚节结束的时候。祝棚节呢原本是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筑帐篷的日子，如今呢更像基督教国家的感恩节，送礼物、快乐、放松、享受，而没有警惕性。撒迦利亚书的14章预言了以色列人将遭遇的攻击，而在撒迦利亚书的同一章同样提到了祝棚节所扣。这段经文描述了那是一个上帝作王的时代，是一个和平的时代，但人的本性似乎并没有改变。我想这位上帝所表达的不是战争的灾难、战争的恐怖，而是经过这样的灾难最终换来的和平。这是他给人的盼望，同时上帝也要人经历苦难，使人刻骨铭心地牢记人因为背逆上帝所付出的代价是何等的高昂。1948年，犹太人终于在那片土地上成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。对犹太人来说，那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的时刻。然而搅扰他们的就是从那时候以后，那片土地上原有的居民开始与这些犹太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冲突。我们也可以看到，有基督教背景的西方国家呢，都是支持以色列的，而穆斯林国家呢，多是支持巴勒斯坦的。至于无神论的国家，则是主张和平。从这个角度，人们可以看到，以色列的扩张就是不和平的因素的根源。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，他们经历了多次的中东战争。由于他们在每次战争中最终获胜，所以所占的领土呢却不断的扩大，这样就越发的激怒周边的阿拉伯国家。国际社会呢也要求以色列退还所占领的土地的呼声也越来越高。然而当我们回到圣经的角度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并非我们认为合理的才是正确。圣经讲述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回到他们列祖亚伯拉罕所生活的迦南地。这个迦南地呢，并非是以色列人要去的，而是这位上帝要他们去的。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将这片土地赐给他的后裔。在以色列人攻打迦南地的第一座城耶利哥的面前，约书亚呢曾遇到一位神人，他问道：你是来帮助我们呢，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？那人回答说：不是的，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约书亚就伏在地下拜说：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。这段话呢，其实在人的观念之中，人相信自己所信的神在为自己背书。以色列人认为他们作战是上帝的旨意，上帝就会随时随地的帮助他们。同样，哈马斯呢也认为对异教徒的杀戮才是荣耀他们所信的神，也会认为他们所信的会帮助他们取胜。而圣经中的上帝呢，更强调他自己的意念，那就是上帝的旨意。当人行在他旨意之中呢，人祷告所求的帮助呢才会得到，因为上帝从来不做人的奴仆。有这样一个著名的故事，说是在南北战争期间呢，林肯的下属呢曾建议他向上帝祷告，
就是求上帝站在他们这一边。但是林肯呢拒绝了，他说不是要求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，而是我们要站在上帝的那一边。这句话呢道出了信仰的真谛，因为从信仰的角度，不在于人如何立志，如何奋勇，能否得胜，却在乎那位上帝。传道书中有这样的经文：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得胜。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。在圣经中的那个耶利哥的故事中呢，有这样的一个插曲：以色列人的探子来到耶利哥城里，住在一个妓女的家里。他这样说：我知道耶和华已经将这地方赐给你们，我们十分害怕，这里所有的居民都吓得胆战心惊，因为你们离开埃及过红海的时候，耶和华怎样使红海在你面前成为干地，你们怎样对付约旦河东的。按照人的观念呢，像今天世界上所宣传的就是爱国，那个意思就是不讲对错，只讲你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，就应当无条件的捍卫这个国家的利益。所以耶利哥的人呢，虽然害怕，他仍然要拼死捍卫他们所居住的城。然而妓女拉合的态度却转变了，她知道无法改变别人的认知，她只能偷偷地做自己认为对的事。这位拉合呢说到这样的话：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，这不是地上的国，地上的王。以前日本人入侵中国，那个时候呢，替日本人做事的都被称作汉奸，这样的人是被鄙视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贪图自己的活路，最重要的是因为日本人是自己的敌人。就像今天的以色列人与哈马斯互看对方是敌人，是相互仇恨的。相比之下呢，或许当时的拉合只看到自己的活路，但他不认为这位上帝看他自己是敌人，所以他也不愿意将上帝看作敌人，他也没有理由仇恨这位上帝。按照我们今天人对信仰的理解，这位上帝呢是永远的，他不仅赐给人今生的福气，更能赐给人来世，而且他是满有怜悯的神。这样的话，人又为何与他为敌呢？其实在这个世界上，有的人因为爱国而仇恨上帝，因为那是西方的神；有的人因为要同情弱者而仇恨上帝，因为上帝纵容以色列扩张；也有的人要立志弘扬中华文化，而对上帝没有兴趣。在那个耶利哥的故事中，其结果只是拉合一家存活了。其实可悲的是那些耶利哥其余的人，因为在那个环境下，他们是没有选择的。就像今天的以巴战争，那些哈马斯的人因为仇恨以色列而不会相信以色列的上帝，即使是以色列人因为仇恨哈马斯也不会相信耶稣，因为耶稣传讲的是十字架而不是复仇。看到过这样的一个视频，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人抬着一个十字架出来，路过的犹太人却向地上吐唾沫。圣经中也有这样的故事，虽然迦南地的亚摩利人是上帝要毁灭，但在那个时候，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时候，或许那不是他们被毁灭的时候，上帝给了他们一个机会。经文是这样说：以色列人差派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王西宏，说：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，我们不偏入田间和葡萄园，也不喝井里的水，只走大道。然而亚摩利人的王却利用这个时候向以色列人发动攻击，挑起了战事。民数记的21章有这样的经文：西宏不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经过，就招聚他的众民出到旷野，要攻击以色列人。战争的结果呢？经文说，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，得了他的地。这个故事呢，使我想到历史上的历次的中东战争，也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。1948年以色列人建国，联合国的决议呢是确定一个分治的方案，而阿拉伯方面呢不满足这样的决议，所以在以色列人建国几个小时以后就发动了战争。那是第一次的中东战争，
从1948年到如今，这样的战争已经经历了数次。战争结束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占据了更多的土地，这就如同那无知的亚摩利人王西宏所做的。世人会认为那位西宏呢过于高看自己。对于中东的问题呢，因为人不认为上帝真的将土地赐给以色列，认为以色列的建国只是因为英国人帮了忙，而历次的中东战争，以色列人都是得益于美国人的帮助，这一切呢都仅仅是运气。其实这才是人会不断失败的根本原因，因为人持有这样的观点，这样的战争还会再有，还会再继续，因为他们像亚摩利人的王西宏一样心硬。直到以撒加利亚所预言的来到，似乎全世界的人都不赞同上帝的旨意，所以经文说，我要招聚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。那个意思是说，一切挑战上帝的都将被毁灭。